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特斯拉 Daily。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如果您昨天有看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今天这一集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先回答一下。那为什么我们昨天预判的两个走势都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昨天特斯拉股价是出现了上涨，但是这个上涨到底是意味着新一轮的反弹即将开始，还是说反弹已经开始遇到压力，现在只是在高位的横盘？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而今天在盘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数字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332。好，我们先来回看一下8月10日的走势。在8月10日，它的开盘价是在326.59，在盘中最低价是在326.15，最高价是在332.05。那最终呢，收盘是收在了330.8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那么成交量呢，我们会看到大约是在2603万股，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量缩。所以昨天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说股价上涨了多少，而是股价出现了上涨，但是呢成交量没有明显的放大。那从 K 线来看，昨天是一根也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实体的小绿 K 线。那么股价呢是一个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震荡拉升。那我们会看到呢，来到最高价附近的时候呢，股价便开始了回落，然后呢之后一直是一个震荡的走势，最终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顶部的附近。那同时收盘价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所以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多方依然没有失去主动权，但是问题也是在这里。昨天的最高价是来到了332.05，最终呢收盘价是收在了330.88，而且没有有效突破前一根 K 线的最高。所以呢，昨天的这根 K 线，我们不能把它定义成是一个真正的突破，更像是股价回档之后出现的一个反弹，反弹以后呢，又进入一个横盘的走势。那这两个定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突破，后面我们期待的是趋势的加速，但是如果是横盘，那么接下来的市场呢可能会继续选择方向。我们再来看指标，我们来看 KD 值。KD 值呢，双线是继续向上，开口呢基本没有变化。MACD 呢，双线也是向上，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更长的绿柱。所以从技术指标来看，短线的多头趋势是依然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但是技术指标有一个问题，指标向上不代表价格一定是马上要突破，价格最终还是要看面对实际的压力位。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只看 KD 值和 MACD 值，我们必须回到价格的本身，而价格目前是最重要的位置，就是昨天的最高332.05这个位置。这里我们还必须要回顾一下上一期的预测。上一期我们实际上是给出了2个可能。第一个剧本就是如果是低开盘，那么股价如果在盘中一直是在327下方运行，最终收盘价会收在318。那么第二个剧本呢是高开盘，最终呢股价收盘价应该是在339。
但实际发生了什么呢？也就是昨天最终的收盘价是收在了330.88这个位置。所以很明显，这两个剧本是完全没有兑现，而且不只是价格没有达到预期，连走势的性质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昨天不是我们预期明显继续的反弹，也不是继续的回档，而是反弹之后进入了一个横盘的走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因为呢，市场实际上是给我们了一个新的信息，也就是说，空方没有成功把股价打下来，但是呢，多方也没有成功突破前高。那换句话说，现在市场处于一个短暂的一个或者叫短线的平衡状态，而今天很可能就是打破这个平衡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交易日。所以我们先来看上方的压力，那么第一个压力实际上是333，为什么是这个位置？因为昨天最高是来到了332，所以333可以理解成为前高附近的一个突破区域。如果今天盘中股价能够真正站上332，然后突破333，那么市场才算开始摆脱昨天的横盘的结构。那突破之后，第二个区域就是336到342，这里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压力的区间，同时呢，也是我们前面反弹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压力区域。而且随着交易日的推进，20日均线值实际上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今天真正突破333之后，那么如果336、342，如果也能够突破，那么下一步呢，接下来就是350到358这个区域。那么再往上呢，还有我们曾经给出过的386这个位置，而更大的上行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433。那433是中期的大目标，不是我们近期盘中要关注的目标。那其实在今天开盘之后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333能不能被突破。好，这是我们说的上行。我们再来看下方，下方第一个支撑的区域是323到328，在这个区域，这实际上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域，也就是说短线多方必须守住这个位置。那么第二个支撑呢是下方的318到320，在这个区域，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那么这个区域如果也失守呢，那么下方呢就会来到了310，在这个位置，然后再向下就是297到300关口。当然还有如果这个位置被突破呢，下方还有274。好，所以这样一来呢，现在的这个价格结构其实是非常的清楚了。上方333，下方是323，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5日均线值到333，这个两个关键区域是我们今天盘中特别要关注的一个区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给出8月11日2个走势的预测。那么第一种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回档，通常价涨量缩股价是要回档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呢，最高是不能够突破327，在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条件出现，那么我们认为呢，昨天的横盘可能呢只是反弹之后的整理，可能整理之后呢，也就是股价要继续回档。那么这样一来呢，下方最低我们认为会到达314，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18附近。也就是说，如果股价在盘中不能够突破328，或者不能够在328上方运行，那么股价呢将会出现这样回档的走势。第二个可能呢是继续反弹。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应该是在323上方运行，也就是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并且呢重新向332和333发起攻击。那么我们昨天认为昨天盘中的这个横盘可能是为下一轮反弹整理平台。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剧本呢，那么它最低应该是在328，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345，收盘价会收在341附近。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剧本真正重要的不是上方的345，而是股价在盘中能否突破332和333，这是特别关键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也就是今天的关键，对于特斯拉股价今天的关键内容不是我们刚刚给出的2个预测是一定要上涨还是下跌，关键的内容就是股价在盘中能不能够站上这个327，也就是能不能够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然后呢上方是能不能够突破333，对，那么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区域。好，那最后呢，我也想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就是特斯拉股价能不能把昨天的332.05真正变成新的支撑。如果能够把这个位置变成支撑，那么它将是一个新的一轮的反弹的开始。如果这个股价不能够站上332呢，那么在近期的股价的走势呢将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停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会继续有横盘的走势。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